我不相信科学了，因为在1个月前，一到晚上8点，我的房间就会和一个暴君的寝殿连通在一起。他天天在寝室里杀人，手段残忍血腥，还不带重复的。而我一个苦逼社畜，工作量大，每天回家还要给老板加班整理资料。现在我每天都要目睹至少1场杀人过程，有时候键盘一个键敲下去，一颗人头也恰巧落地，还能顺着台阶滚几圈，人头眼珠外凸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。而罪魁祸首却是笑得畅快淋漓，一脚踩在那头颅上，老东西跟我斗早，星号了。那副阴森又张狂的样子，真是飞过的蚊子都得老老实实跪下给他磕个头。我心中猛念几遍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压不住这股子凉气，太吓人了，不禁庆幸他看不见我也碰不到我。没错，只有我能暗中窥探他这短短几天的观察，我就知道这个暴君十分自大狂妄，很招人恨，每天晚上都会来至少2波刺客刺杀他。但俗话说得好，自古恶人长命，暴君身边有一批暗卫，个个身怀绝技。刺客们不但每次全军覆没，还被顺藤摸瓜找到了背后的人。每晚暴君杀的就是前天晚上派刺客来刺杀他的幕后之人。暴君对于这些自杀的人并不害怕，也不生气，更像是猫捉老鼠那般不屑与吸血，先折磨一顿，欣赏那些人的恐惧仓皇。无论他们怎么求饶，最后下场都是死，只是分死法不同。将人处死前，暴君还不忘来去星号宣言一群没用的废物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这些血腥暴力的东西，起初以为工作太累，出现幻觉了。直到某天，月下班，我拖着透支的身体回到家，早早休息，半夜口渴起来喝水时，那嚣张狂妄的暴君就站在我床前，幽深的眼眸看着我，带着嗜血的寒意，你是何人？我差点跪下，但想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皇帝，人人平等，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，我选择有尊严的蹲着，双手抱头。见我不说话，暴君眯眼似乎发现这里不是他的寝宫，眼前极其陌生又狭窄的房间，他眼底划过一丝罕见的茫然。我确实心跳加快，手指轻轻戳了下他的玄黑龙袍，草了，能碰着我快哭了。谁他妈把暴君放出来的？脑海里一瞬间全是暴君杀人的各种画面，谁给你的胆子敢碰菇头顶？声音森凉如水，带着不悦。我抬头正好冷不丁对上男人漆黑如墨的眼睛，我猛地想起来，这暴君有洁癖，我刚才那么一碰，按照他平时处理人的手段，起码得诛个9族，家里的鸡蛋黄都得被摇散，爸妈就在隔壁睡觉，我头疼。想到什么，我急中生智站起来，这里是仙界，我哪一界？小仙界你命格很硬，且有资质，只要别乱来，以后很有可能飞升成仙的。道长生道君愣住，随后目光深深看我，当真我点头，他意味不明的笑了声，上前一步，杀了这么多人，还没杀过仙呢。看他隐隐兴奋的样子，果然是疯子，这个借口都拿不下他。见他伸手要掐住我的脖子，生命受到威胁，我下意识的伸手一推床下了进去，一袭龙袍的男人竟然被我轻而易举推倒了。我什么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难道人在死亡的时候真的潜力无限？我抬了下床，床没怎么动，没有增长力气。难道暴君被人推倒在床上，脸上难得一见的惊梦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要起身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把人按下去。他挣扎不开，我俩四目相对，别说这暴君，除了性子阴晴不定，皮相却长得极好，尤其是那双狭长的丹凤眼，眯起来时竟有一丝危险又勾人的错觉。他的龙袍因为不断挣扎变得松垮，露出了精致的锁骨，很白而且很香。鬼使神差，我没忍住，狠狠咬了一口他的锁骨，来报复他这几天一直打扰我睡觉。暴君狭长的眼睛都瞪圆了，似乎震惊我这胆大包天的行为。为了不惊动隔壁的爸妈，我拿了几条丝带绑住他的手脚。人人畏惧惶恐的暴君，如今被我五花大绑在了床上，松开他黑着脸看我一副要杀人的样子，我很无辜，觉得这可能是梦捏了下他脸疼不啊？星号床上的男人竟然咬住了我的手，疯狗真是一条疯狗。幸好他此时没什么力气，不然我这只手算是废了。手背上的牙印那么明显，我看着面前嚣张的男人，咬牙切齿，他则是扬眉吐气，哈哈哈笑的一脸疯样。我用透明胶带封上他的嘴，他又直直盯着我，仿佛我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又用东西把他的眼睛蒙住，确定他挣扎不开后，我一脚把他踹下床，自己躺上去继续睡。还有几个小时又要起床了，时间紧迫，没人能阻止我这个苦逼社畜休息。明媚的阳光照在脸上时，我发现暴君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下昨天用来绑他的一系列作案工具。我慌了，他不会跑了吧？门忽然开了，我心提起来，才发现是我妈。我妈看见一地的东西，嗓门又起来了，
这么大人了还乱丢东西，赶紧捡起来。我捂着耳朵从床上跳起来。妈，你有没有看见家里进来可疑的人，穿着黑色龙袍1.8米，长得又凶又帅。我妈眼一瞪，给我俩脑蹦，我瞬间清醒了不少。那暴君要是能跑，昨天我那么对他，第一个弄死的就是我，又怎么让我平安无事？活着只有一种可能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宫殿。我松了口气。然而到了晚上，暴君的幻影又出现了。这位年轻暴君生的俊美脸上却总有股戾气。寝殿里忽明忽暗的烛火将他一半的面容隐藏在黑暗中，但他白皙脖等上那明晃晃的牙印实在无法忽略。我了得，我有点心虚。暴君今天心情看起来不怎么好，杀人的手段更加血腥粗暴，看得我心惊胆战。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我的存在，他转头竟然看向我这个方向，看不到我的把不确定。我咽了口水，看他起身一步一步往我这走，直到幻影从我身体穿过去，我才发现他的龙床这次竟然和我的床铺重叠在一起，他躺在了我床上的位置，不是他睡那了，我睡了。我想要把他踹下去，但他碰不到我，我同样碰不到他。要命！夜里，我裹紧自己的小被子，尽量和旁边的暴君拉开距离。他浓墨的黑发披散，我压着不少，幸好他没有感觉。暴君晚上睡觉很不安稳，假如他只是乱动，还好，又碰不到我，但他特么还说梦话，什么死全死，都给我死一个，都别想活。全都是不正能量的字眼。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心里骂了暴君10000遍，想拿东西把他的嘴封起来，但碰不到他。我只能烦得在床上打滚，连续了几个晚上后，夜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闭嘴，安静了。暴君骤然从梦中惊醒，他那双阴沉的眼眸扫视一周，气压很低，妖孽，出来星号了，到底谁才是那个折磨人的妖孽？确定他能听到我说话？我说姑奶奶，我是仙女。他冷笑，故弄玄虚。我压着脾气说，大半夜的，别闹了好吗？暴君谁闹我？你说梦话，吵到我睡觉了。暴君姑从不说梦话。这天没法聊了，见我不说话。暴君沉默片刻，眯起眼，你为何会在姑的寝殿睡觉？我捏太阳穴，这也是我的房间，谁知道我和他的房间为什么会连接到一起？我忍着脾气将这件事和暴君简单解释了遍。暴君凶残却很聪明，所以姑这段时间做什么你都能看见他眼神很危险，有种我知道的太多了，要把我灭口的感觉。暴君你出来，我们好好聊聊。我一哆嗦，我就在自己的房间。去不了，你呢？还有我想知道你上次是怎么跑到我房间？暴君忘了我按住突突跳的太阳穴，那你先想。我要睡觉了。暴君终于没再说话，我太困，懒得管他，睡过去了。什么？你说你和一个暴君同床共枕，同是捂嘴？我趴在桌子上无精打采，哈哈哈哈，加班加多了。你压春梦做得越来越带劲了，我没力气争辩了这事，如果不是我自己遇到，我也不相信这段时间每天都在和那个暴君斗智斗勇。自从他知道我的存在后，杀人花样更加五花八门。我知道他是展示给我看的，刚才的杀人方式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乖，以后你就会这么死在我手里。这个暴君怎么还不被替天行道啊？我不搭理他，暴君便会冷哼一声。等睡觉的时候，每当我快入睡，暴君就在我耳边阴恻恻说不许睡，仿佛真的有一股凉气从耳边吹过。他们要疯了，自从那次他听到我说话，猜到我睡觉的位置，每天都躺在我旁边，故意说一些让人听了头皮发麻的话，不让我入睡。我蒙上被子都能听到我睡觉吧？你都不困的吗？暴君睡不着。那你也不能打扰别人睡觉。暴君，你在叫哭作是我不想和你吵架。暴君，好办，把嗓子割了，不说话就好，这是人话吗？我气得把我妈叫来了，我妈半夜被我拽过来，怨气比我还重。大半夜不睡觉干嘛？我说妈有鬼，我妈哪了？我指着床上的暴君的方向，暴君却不说话了。我妈见没什么动静，渐渐不耐烦，说我做噩梦了。我急了，对着暴君说，你刚才不是挺能说吗？拔舌头挖眼睛，怎么不说了说？暴君没说话，我妈先给我一脑蹦，大晚上吵什么？我抱头嗷呜一声，暴君终于不厚道的笑了。我扯着我妈袖子，妈，你听到没？他笑了，你快帮我骂他。我妈却像是什么都没听到，说我瞎折腾，把我教育了一顿。等我妈走了，暴君半撑着头狂妄大笑。这糟心事导致我每天晚上睡不好，白天一直打哈欠，工作效率变得越来越低。眼看老板对我越发不满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中午去网上发了个匿名求助帖，将最近的困惑讲了一遍。评论区却一直嗷嗷说好甜，让我快更新，还想看和暴君的日常，不是把这当小说呢？我怒了，就那个凶残疯批的狗逼皇帝舔个鬼！终于在几百楼开外的一个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可能是磁场问题。我如获福音私信他，大师该如何破解？大师好说，先 V 我500。
不太靠谱的样子，但最后我还是怒花500，按照大师的办法，晚上8点，在房间中央点了一根特制的蜡烛，用来破坏这重合的磁场。大师说，这根蜡烛不能灭，一直烧就没事。今夜果然看不见暴君的身影，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啊。我暗叹母石没白花，网上高手就是多，连续几天睡了安稳觉，就是有时候感觉身体烧得慌。直到这天早上，我摸到一把长头发，别说发质挺好等等，我是披肩短发，哪来这么长的头发？我睁开眼看清，旁边还躺着个人，猛地惊坐起，谁能告诉我，暴君为什么会在我床上？窗外的阳光照在床上的男人闭着眼，即使睡着了，眉头也是微皱着，满是不耐烦的样子，但我只觉得玄幻，现在已经白天了，他为什么会在我床上？暴君闷哼了声，显然有些不舒服，他揉了揉脑袋，要醒我心一紧，我知道暴君有头疼的病，每次头疼都要杀几个人，见了血才能缓解他的烦躁，我家算上我就3口人，可不够他杀的我慌了。上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能轻易扑倒他，但这次我没把握还能制服他。卧室安静如鸡，暴君揉了揉脑袋，翻了个身，找到舒服的姿势，又睡过去了。我愣住，他就这么又睡过去了。我屏住呼吸，像个贼一样蹑手蹑脚从床上下来，发现原本摆在卧室中央的蜡烛只燃烧到一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灭了。我赶紧掏出手机，想要问大师该怎么办，门把手却突然转动。在我妈进来之前，我赶紧堵在门前，千万不能让我妈看见我屋里还躺着的男人。我妈诧异，今天起这妖早，每天我不来叫你，你不睡到中午都不醒。我妈的声音不算小，我心跳加速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害怕暴君被吵醒，还是被我妈发现自己房间有个男人。我反对我妈看向屋里的视线，妈，大早上的你小点声，我声音大，你爸都没说什么。眼见着我妈又要唠叨起来，我头疼，赶紧说，妈，我换个衣服，马上出来洗漱，然后一把门关上。我妈的声音终于远了，但我心情并不轻松。暴君醒了，阳光映入他眼中，却化不开眼底，那墨一样的黑。他身上的戾气很重，很冷。窗外有鸟在叫，我妈唠叨的声音隐隐从门外传来。明明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早晨，此刻我却僵着身体不敢动。他目光环视四周，最后定格在我身上，哭。为什么在这？我一瞬间感受到上位者的压迫感，以及他杀人时那副癫狂样子。我头疼，我怎么知道他？陈生，你到底对姑是何居心？我知道他脑海里开始阴谋论了，但眼看着我妈见我不出来，又要过来催我，来不及解释，小跑到床前，不给他反应，快速用被子盖住床上的男人，然后自己也钻进去，装作换衣服的样子。我妈开门只看了一眼，就叨叨着离开这孩子，换个衣服也磨磨唧唧，我这才松了口气，撩开被子。暴君瞪我一副要吃人的表情，我猜他肯定没有被人这么对待过，但我也肯定了，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到我的世界，力气被削弱了，我稍微放心，你胆子倒是很大。咬牙切齿的语气配上他低沉沙哑的嗓音，竟然还有点缠绵的意味。我不自在的捂上他的嘴，先别说话，被我妈听到就不好了。在他要吃人的阴沉目光中，我把他重新绑在床上，又用被子盖上，才心情忐忑的出去洗漱吃饭。等爸妈去上班了，我才给他松绑。暴君看着面前的2包子1碗粥沉默。我说，早饭，暴君姑不吃粗粮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冒着上班迟到的风险，没忘记给他吃早饭，他倒好，竟然还嫌弃。就这些，不吃就饿着。在他不可置信的眼神中，我重新把他绑好，提起包出门上班了。外面阳光明媚，我却觉得世界此刻如此玄幻。我一个苦逼社畜，为什么会遇到这种麻烦事情？同事发现我上午心不在焉，怎么了？前几天都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又蔫巴了？我叹气说了，他也不会理解。我掏出手机联系之前那位大师，大师出事了，蜡烛中途灭了那个人，第2天出现在了我床上，怎么办？急过了半个小时没有回应，我心急如焚，可直到中午，大师都没有回复我。我后知后觉意识到这个大师可能是个骗子，可前几天因为燃烧的蜡烛，我确实没有再看见。暴君心烦意乱了一上午，到了中午，我到底还是不放心，打车回了家一趟。爸妈中午都不回来，家里静悄悄，除了我房间那突兀的有什么东西摔下来的响声，我眼皮一跳。进了卧室，床上的男人还在因为挣扎，他从床上滚到了地板上，但因为丝巾系的，他并没有震开身上的玄黑色龙袍，却散乱开了，露出精致的锁骨，再往下是银白的胸膛。被人看到这么狼狈的一幕，暴君沉着脸，你死定了。我扶额觉得有必要和他商量一下，给他松绑后，下一秒他双手就掐上我的脖子，一副要我死的阴冷表情。可惜他在这个世界力气跟5岁小孩量大，我只轻轻一推，
他就被推开了。我挑眉，难得自己也能装一次，逼我决定提醒他一下。此刻谁才是有话语权的那个？他的下巴被我抬起来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会来到这里，我会想办法送你回去。前提是你别作妖，乖乖在这里等着，不然我手指有意无意往下勾着他的衣领。有些风流的说，我可能不会保证自己对你做出什么。暴君愣了下，眼中划过诧异，你是第一个敢跟姑这么说话的人。我以为暴君的坏脾气不会这么快妥协，却没想到他答应了。好，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笑起来，我心一咯噔，后背发凉，像是被毒蛇缠上一样。我和暴君达成了一系列协议，我会帮他找到回去的方法，而这段时间他要听我的，乖乖待在我的房间，不被我爸妈发现。但是被赋予暴君名号的人能乖乖的让我不操心，就见鬼了。每天爸妈去上班了，我还得再把剩下的饭热一热给暴君吃。一开始吃惯山珍海味的暴君说什么都不吃，哭不吃这个，这都是什么烟渣东西，你拿这个羞辱姑？满满的嫌弃和质疑，你看吗，在羞辱我吧，我天天吃这个，家里也只有这个。我耐着性子解释。赵军冷哼晦气拿走，我真的生气了，拿出小时候我妈在我挑食事时的好手段，亮出鸡毛掸子。吃不吃？你再不吃，我就打你屁股。暴君神色很不好看，你敢他恨我也恨，不信可以试试。我俩一时间剑拔弩张。暴君虽然脾气臭，却很聪明，知道自己现在处于劣势，最后还是忍辱负重的示弱了。他吃了，眼睛一眯，似乎发现还挺好吃，看着他连着吃了8根油条，2碗豆腐脑，我陷入沉思。出门上班前，我不放心的又叮嘱了他一遍。他躺在床上，像一只吃饱的猫，眯着眼睛不耐烦的对我招招手，意思是快滚特么的。他好欠揍。虽然暴君很不让人放心，但上完1天班回去，发现家里没有被他破坏的痕迹，我暗自松了口气。我夸他做的不错，我会尽早找到让你回去的办法。他挑眉，没说话。爸妈回来后，暴君只能待在我的卧室，不可避免的，我俩晚上真的要同床共枕。我用一个枕头放在中间，互不逾越。祝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暴君盖着自己的被子模样，看着难得乖巧，再一次感叹他的好皮囊。然而半夜我感觉到一阵窒息，睁眼发现这孙子正在掐我脖子，他阴森森恶狠狠敢命令姑的人还没出生，星号了，要不是他力气变小，我真的要死在他手上了。我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，暴君死死盯着我，要么你死，要么姑死，叹气就不能都活着。暴君从来没有敢压在姑身上的人，姑要你死，你就不能活，我服了。半夜被人打扰睡觉，脾气本就很暴躁，我烦了凑过去堵住他巴巴的嘴，他嗯的一声瞪大眼睛想要推开我，我特么非要让这个暴君知道社畜也是有怨气的。他在古代当顶层当久了，根本不懂小员工每天早起上班的苦恼。暴君的唇是冷的，但很软，还有点甜，像草莓味等等。草莓味，我意识到什么，做起来，你偷吃了我放在抽屉里的草莓饼干。暴君抿唇，姑没有我，那你嘴里为什么有草莓味？暴君不自在，别过脸哭，哪知道这草莓饼干是新上市的，很贵，我都舍不得吃，更不敢让我妈知道我花了很多钱买这饼干，她都给我吃了，吃就吃吧，还是这么欠揍的表情和语气。我又压过去，抓住他的手腕，狠狠亲他，把暴君亲的眼泪出来，没有力气了，只能瞪我。又是暴君，而我虽是十足的社畜，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。他脾气臭，要求多。又是暴君，而我虽是十足的社畜，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。他脾气臭，要求多。我一直忍着脾气和他磨合，他总能踩在我底线上溜达。过了几天，到底担心暴君一直在我房间闷出病，可能会搞事情。等我爸妈出去上班，我允许他可以在客厅溜达溜达，还告诉他一些现代用品的使用方法。他眼中惊奇，即使是暴君也是古人，对这些东西感到不可思议。这些东西不都要了多少钱？你随便拍，不卖你也带不走。后来他爱上看电视，颀长的身形侧躺在沙发上，像一只傲娇的猫。我不放心，偷偷在家里装了监控。颀长的身形侧躺在沙发上，像一只傲娇的猫。我不放心，偷偷在家里装了监控。我妈以为是我喝的，早上还狠狠教育我一顿，全给暴君背锅了。我苦叹，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？手机上那个大师到现在都没有回复我，我真拿家里这个家伙无可奈何了。暴君大部分时间喜欢在我的床上睡觉，懒洋洋的来到这后，他的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。晚上回家，我鬼使神差的买了逗猫棒回去，暴君看我带回来的逗猫棒，他说这是什么？我湖州送给你的，能带来好运。我拿逗猫棒在他面前晃了晃，修长如玉的手抓住逗猫棒那一头，暴君歪头，真有那么神？有点戳我萌点，我昧着良心点头。
他罕见的心情颇好的收下，算你会讨不欢心。他这副傲娇样子，倒真像一只猫了。1个星期后，我俩关系缓和不少。晚上睡觉，暴君终于半夜不再掐我脖子，而是整个人都缠在我身上，抱着我。在他高大的身形对比下，我就像一只小鸡仔，要不是力气比他大，就要被他勒死了。他的梦话也变了，不是杀杀杀了，而是想吃小蛋糕，给我买小蛋糕。糟了，把暴君养歪了。我第2天给他买了，他心情很好，竟然还给我剩了一半。我说这么好，这次给我剩了。他冷冷哼了声，哭吃剩下的不想吃了。我欣慰的吃起来，这蛋糕上面的草莓他都留给我了。吃蛋糕时，暴君就坐我对面看着我，我有点不习惯他这么安静，总觉得下一秒他就要整什么一蛾子。吃完我实在受不了他的目光，想问句他要干嘛，结果下巴却被轻轻抬起。我看见桀骜孤傲的暴君俯身凑过来吻去我嘴角的奶油，湿热的触感，我甚至能看到奶油粘在他舌尖，直到被他咽下去。他哑声说，则吃蛋糕都能吃到嘴外面，麻烦配上他那张帅脸天。我的心狠狠一动。我妈见我现在每天都早起，察觉到不对劲了，再又一次把我妈打发走。我心虚的不行，不能再拖了，得尽早把暴君送走，天天一起同床共枕。我这个母胎单身狗真的要爱上这个脾气傲笑的帅逼皇帝了好吗？索性终于联系上大师，按照大师的补救办法，晚上我重新点上蜡烛，床上的暴君静静看着这一切。等我起身，他漫不经心走过去把蜡烛吹灭了。你干嘛？暴君垂眸看我，我明天还要吃蛋糕。我都没注意到他现在说话不再用咕，而是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你回去，什么美食没有你太能吃了，我养不起你了暴君。那你呢？我心跳好快，不敢去看他的眼睛。我干嘛？暴君垂眸，看不清神色。我说过没人惹了我能全身而退。我叹气，心里发虚。事已至此，先睡觉吧。夜里，暴君把我抱在怀里，他想要对我说什么，然而他身体忽然一僵，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声音。你骗我！我没敢说话，装睡。暴君在一点一点消失似的，那个蜡烛不过是障眼法，其实让他回去的媒介不是那根蜡烛，而是我偷偷点的熏香。我的耳垂被人咬住，我知道他生气了。你就这么想让我离开他？声音变轻，阴冷低沉。听懂心一颤，暴君消失了，而他身体的余温还在。我睁开眼睛，望着窗外的月色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。暴君离开的日子，我还有点想念他，但这份想念没多久就变成了惊慌。我的熏香不见了。大师说这个熏香要点1个月才能彻底把磁场切断。我把家翻了个遍，甚至以为是小偷偷走了。我妈走过来说是我拿走了，你这几天神神叨叨，那个熏香有问题，不能再用了。我解释那只是普通的熏香，我妈已经扔了。我心情复杂，赶紧在网上私信大师，但是这个大师上线全看心情。而等大师终于回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原来的房间了，袅袅香烟缭绕。我从很宽大的床榻上醒来，周围都是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，意识到自己可能来到暴君的世界了。我慌了，虽然很想他，但也没想过来找他呀。这里不会对暴君有力气限制，而且在这个世界，他是说一不二的暴君，我要是落在他手里就完蛋了。在暴君回到寝宫时，我藏在了床底下，他又在寝室杀人，这么长时间没见暴君，清瘦了很多，身上戾气更重。我更害怕被他发现了。在杀完最后一个人，暴君随手扔了箭烛火，让他的脸看起来仿若鬼魅和现代时，完全不是一个感觉，这才是真正的暴君该有的样子。我捂着嘴，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，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我1天没吃饭，肚子叫了安静的宫殿，那么突兀的一声挺尴尬。暴君转头，已经有暗卫将我从床底下揪出来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他耳边一声低笑。来了呀，凉飕飕的。我一哆嗦，知道他认出我了，下巴被人勾着。我不得不抬起头，我将笑着对上他的黑眸，好久不见他笑得意味深长。意外的相遇，我没被暴君杀了，而是成了他的贴身宫女，天天跟在他身边，寸步都不能离。这可能是他的恶趣，这次换我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猫。不变的是，仍旧每天晚上和暴君同床共枕，只是不用上班了，生活爽的一批。但作为一个有志气的猫 K， 一个上进的人，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得回去，在他身边危险重重，随时面临刺杀。虽然有暗卫保护，但我每天提心吊胆，而且还要经常看暴君杀人，暴君杀人，不让我闭眼。有次手段过于血腥，我只是完整的过程3天没吃下饭。我知道那些人都要害他。暴君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危险中，他性格很劣势，环境导致，但我还是受不了那些血腥的画面。暴君不属于我那个世界，我也不属于他这个世界，有些东西根本融不进去。你在怕我？暴君问我，我没有。他皱眉把我抱住，不许怕，以后不让你看到就是了。
那晚暴君亲自熬了粥喂我，我才慢慢恢复了进食。之后他确实不再让我看他杀人，也对我更好了。我知道他仍旧在杀，只是特意避开我。我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给他，希望他能变得温和宽容一点，效果不大，还被他得知我有要离开的想法。暴君生气了，我俩在一起这么久，第一次出现冷战，冷战方式很多种。我俩半夜抢被子吃饭，光吃对方最喜欢的，不给对方吃。后来他冷落我，不让我跟着他，我就去和阿黄玩。阿黄是皇宫的一条御犬，很聪明，你跟一条狗啊，都不来找朕。没几天，夜里暴君就黑着脸将我困在角落。我俩小学生是吵架，我躲别碰我。星号星号，他怒气冲冲，是不是星号星号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意识到不对劲，连忙后退3步。你要干什么？道君温柔一笑，却让我汗毛暴立。我干什么？马上就知道了，请店主火明暗。我被他压在宽大的榻上，被他的吻缠着天雷勾的火。我被吻得意乱情迷，再然后我和他滚了一个晚上的床单。早上暴君去上朝时，露出食不知味的表情。还要吗？姑可以为你做一个不上早朝的昏君。我一个枕头砸到他脸上，星号星号。一旁失意的工人瑟瑟发抖，不明白，竟然有人胆大包天，敢拿枕头砸暴君，还让他滚。工人们已经默认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一个个心惊胆战，都害怕暴君不高兴，他们也跟着遭殃。谁知暴君却是笑得开怀，搂着我又狠狠亲了很久。完事后，我跟脱水的鱼没什么区别，暴君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，心情格外好的去上早朝了，走前还不忘捏捏我的脸。金红乖，知道你没够，等姑回来继续。我恼羞成怒，咬了他一口，把自己缩在被子里，不去看工人们震惊的眼神。不到几天，整个后宫连带整个朝野都知道了嗜血禁欲的暴君宠幸了一个宫女。宫女胆大包天，骂他打他，暴君仍旧把他宠上天。遭了凶残虐杀的暴君开始变得温柔。尝尝这个，外方刚进贡的水果很新鲜，这是云锦，穿上会很舒服。你最近胖了，摸着手感更好了。暴君弯唇一声叹愧，今夜月明星稀。我和暴君躺在摇椅上，我拍掉他不老实的手，惹得他低笑一声，又不是没摸过，不然你摸回来。他把我的手放到某处，这种老夫老妻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吃了点东西，昏昏欲睡中，耳边隐约好像有人说话，不杀人了。别离开我，我迷迷糊糊还以为是老板又留任务了。不加班，社畜也是有尊严的。耳边沉默一阵，随后一声低笑，我养你。按照常理来说，暴君身边一定会有个妖妃。本来那些朝中官员一听暴君宠幸我，都认定我是祸国妖妃，想要借此正义的站出，要处死我。但没想到暴君并没有荒淫无度，甚至不像之前那么暴躁，一言不合就杀人了，竟然还开始勤劳处理政务，颇有一副要好好做明君的架势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架势整整持续了1个月。刚开始还有人说这只是表象，马上暴君就要成昏君了。后来这些大臣们是一个个都不吭声，暴君竟然真的勤政爱民了。这些老骨头们感动得泣不成声，他们的暴君终于长大了。而促成暴君改变的我，成了他们口中的天降神女，让阴晴不定的暴君改邪归正。大臣们苍天有眼啊，我莫名得了一个名号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大臣们现在一个个都成了催婚的家长，陛下快立后啊，他们生怕我跑了暴君，又变回那个喜怒无常的人。寝殿里，暴君将下巴抵在我肩头，和孤成婚不会委屈你。我看他因为勤劳处理政务，眼下有了乌青的脸。暴君向来为所欲为，他不怕被人唾骂千古，但担心我和他在一起会受到骂名，竟然这么努力的扳正自己的名声。他真的，我哭死这暴君竟然还是个恋爱脑，有人为我做到这种地步。我说不敢动是假的，可是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误打误撞过来，冥冥之中我有预感还会离开这里，但我该怎么和暴君说呢？我发现自己竟然也舍不得他，我这个冰冷的社畜到底也被他传上恋爱脑了。不等我犹豫，离开的契机就来了。傍晚，暴君去书房和一众大臣议事，我躺在他寝殿炫斥的下一秒，一群黑衣人闯进来，尽管有暗卫，但对方这次是做了十足的准备，人手多，而且个个功夫不差，眼看着我就要被抓住了。暴君最后赶过来了，他一身力气将我护在身后，他说等会儿会很血腥，让我躲到床底，什么都不要听。自从那次让我看他杀人，我没吃下饭后，这种杀人的场面他就不让我看了。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等会场面会是地狱几个血型。乖乖躲到床底后，却又忍不住为他担心，对方刺客明显是豁出去了暴君，他真的能应付吗？外面时不时响起尖叫声，还有利剑刺透肉体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多惊吓，我竟然昏睡过去再醒来。
我发现自己回来了，正躺下现代的床上，我恢复了正常生活，心却总是空空的。大师上线了，他说变故太多，他不能再管了。我每天3点一线，总是发呆，想暴君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了。我突然离开他，会不会又生气了？重新变回阴翳暴虐的皇帝，也会在晚上眼睛一眨不眨，仿佛下一秒就能看到往日的人影。可熬到半夜3点，什么都没有。1个月后，下雨的早晨，我再次看到熟悉的人躺在我身侧，我捂住嘴，呆愣很久。还是他笑着将我揽进怀里，怎么见到我高兴到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心情说不上来的激动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暴君眯眼不响，我咬他一口，你知道我不是这意思。暴君哈哈大笑，亲吻我没错，哭找到办法过来了，而且不打算走了，怕个鬼你就丢下皇位不要了。我已经在旁系子嗣里找到合适的继承者。我对于皇位向来不屑，倒是你星号日都在想着你呢。想没良心的我脸红，捶他胸口，发现他力气没有被限制了，只是身形要比之前瘦消些。这么久没见你，一句我一句的情话，气氛就上来了，我俩熟练的亲上了。但忘了这里不是寝殿，我妈开门就看见他家闺女和一个男人在床上亲的火热，我大气不敢喘一下，被爸妈拉到身后。相比我，暴君则是更平静的接受我爸妈的审问，他甚至还给我一个安抚的眼神。我还是很紧张，爸妈脸色都不太好看，换谁也不能接受有个男人突然跑他们闺女床上。我想要站出来解释，我妈让我闭嘴。爸妈表情严肃，和暴君说话期间，我特别害怕暴君高高在上惯了，被人这么质问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。然而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暴君全程一脸好女婿的表情，而且还展现了极其强大的应变能力，把我爸妈的怒火平息。我目瞪口呆，我爸妈最后还是不满意，因为暴君现在没有工作，我这次挡在他面前，表明要和他在一起的决心以及对未来的规划。身后的暴君看我的眼神却越发明亮火热，我再三保证暴君不是混黑社会的。之后爸妈无奈却也缓和了很多，毕竟我从小到大没惹过事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他们愿意相信我，我也确实没有辜负爸妈对我选男人眼光的信任。之后暴君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，开始努力融入现代生活。多年后，他凭着出色的长相，成了炙手可热的影帝圈里公认的老婆奴。烟花与人造雪，海岛无人机，求婚玫瑰婚礼浪漫，算是被他这个古人玩明白了。我们结婚后，他把我放在手心里疼着，现在没有奴仆，家里洗衣做饭都是他干。我担心他工作忙，想要请一个保姆，他却拒绝了。我不想家里有别的人打扰我们俩，既然这么为我着想，今天晚点睡吧。昨晚都没够你就睡了，他还挺幽怨，我羞恼没完没了。他笑老婆招人喜欢，不怪我。我天，曾经的臭脾气暴君，经过岁月的磨砺，已经成了温柔风趣的爱人后，我并没有辞掉工作，虽然不想当社畜，但老公都这么努力，我也更有动力，想要变得更加优秀。靠着自己的努力，我成了有资历的白领，期间还搞副业写小说。那个社畜与暴君的故事完结后广受欢迎，还卖出了影视版权，而我和他的故事仍旧甜甜的继续着。